苹果在秋季发布会发布了全新的第7代 Apple Watch， 更大更亮的显示屏，更厚的表镜，更快的充电速度，更多的颜色选择，以及更圆的表盘。更让人惊讶的是，这块表居然没有确切的发售日期。我是小天，欢迎回来。一直关注苹果手表的小伙伴可能知道，在发布会的前几个月里，就一直有传言说这一代的苹果手表将在设计上获得重大的更新。而今年发布的 Apple Watch 实在是很难和重大更新这几个字联系起来。而即使是这样看起来似乎是平平无奇的 Apple Watch， 苹果却依然难以给出一个确切的发售日期。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一切的背后究竟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首先声明，本期内容纯属是图一乐，如有雷同，纯属柯南附体。在发布会的前几个月里，来自苹果留言界的三大天王都不约而同传出 Apple Watch 7将获得重大更新的消息。我们第一次听说2021年的苹果手表将会获得重新设计，是来自苹果分析师郭明奇。给不熟悉他的小伙伴介绍一下，郭明奇是 TF 国际证券公司的分析师，也是苹果留言界的标志性人物。他经常爆料苹果的消息，并且相当可靠。在 Apple Track 排行榜里，他以 76.6% 的爆料准确率排在第11位。早在2020年的9月，也就是这次加州直播发布会的前整整1年，他就说苹果手表最早将在2021年获得重大更新设计。而在今年的5月份，另外一位爆料者 John Prosser 在 Apple Track 排行榜以 74.3% 的爆料准确率排在第12位。他分享了苹果手表 CAD 的渲染图，在该渲染图里，我们可以看到苹果手表的边缘完全是平边设计，和 iPhone 12系列以及 iPad Pro 类似。不久之后，在今年6月，彭博社的 Mark Gurman 在 Apple Track 排行榜里以 88.8% 的准确率排在第4位。他说 Apple Watch 7将采用平边设计，这也证实了 Prosser 在之前展示的 CAD 渲染图。苹果留言界的三大天王都不约而同地爆料了，在今年苹果将采用一个平边的设计。那为何我们今天在苹果的发布会上见到的却是一个更圆的 Apple Watch 呢？那就让我们开脑洞来分析一下。第一个可能性就是这平边设计的爆料本来就是给2022年第8代 Apple Watch 准备的，我们自然是不会在今年的发布会上看到它。不过现在经过这么多爆料，即使这个设计是真的，它还能不能继续被苹果采用，并且在明年发布，这就存疑了。第二个可能性是苹果故意放出了平边设计的假消息，来制造发布会上让消费者们看到圆形设计的惊喜。这个可能性我觉得是不大，因为毕竟圆形的设计也并没有多亮眼的效果，苹果也没有必要制造这么一出戏剧效果。第三个可能性也是被众多网友们调侃的最多的，那就是苹果正在通过 Apple Watch 来抓泄露消息的内鬼。苹果在内部给不同员工放出了不同版本的设计消息，最后看到哪个版本流传到了外界，就知道泄露消息的内鬼是谁了。这无间道啊！咁即係點啊？这个可能性，我觉得也更像是一种图一乐的推测。毕竟苹果在发布会前被泄密已经那么多年了，而且3位爆料者在苹果内部分别都拥有各自不同的线人，而3个人又得到了如此接近的情报，这也让我觉得接下来的这种可能性是最靠谱的。Apple Watch 7本来是和传言一样将使用全新的平边设计，但是关键问题来了，苹果造不出来了。可是发布会临近了，投资人们也都盯着呢，所以无论如何 Apple Watch 7都必须按时发布。所以在这紧要关头，苹果紧急对 Apple Watch 进行了设计调整，可能是使用了一直都有的备用方案，也可能是通宵赶工，无数个996做出了这次的设计。至于证据，我们接着往下聊。首先 Watch 7发布的2周前，有3位消息人士爆料，苹果已经开始了手表小规模的生产，但质量难以达到满意，原因是因为新一代的 Apple Watch 在设计上与前几代大不相同，装配人员在组装电子模块、配件和屏幕时发现了问题。其实在微博上也能看到类似的爆料，在微风网的一条微博中，有生产线的人给小编爆料，手表的良品率不行，而做手表的厂区基本上都是做3休4。而我们最终在发布会上看到的 Apple Watch 很难说它与前几代在设计上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很有可能是苹果最终认为很难在今年解决掉生产线上发生的问题，因此忍痛放弃了原有的升级计划。再继续，今年其实我们在苹果发布会本身也可以嗅到一丝蛛丝马迹，一向追求完美的苹果，这一次的发布会转场居然不完美了。我们先看 iPad 的转场。 Back to Tim.
works. 无缝衔接。再看个去年广告宣传片到 Jeff Williams 的转场。而今年 Apple Watch 7的转场是这样的。这像不像在紧急关头重新录制了原型 Apple Watch 的视频，所以很难和别的视频完美丝滑的接上。我们再看一个最后关头赶工的证据：发布 iPad mini 的画面，发言人后面有播放 PPT； 发布 iPhone 13的画面，发言人后面也有播放 PPT。而 Apple Watch 7呢，尴尬的绿幕和站在悬崖边更尴尬的 Jeff。最后一点证据就比较有技术性了，这也是此前放出 CAD 渲染图的 John Prosser 对新的 Apple Watch 设计的分析。还记得之前的爆料说的是，装配人员在组装电子模块、配件和显示屏的时候发现了问题，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 Apple Watch 的零件都已经生产好了，同时为更大屏幕设计的 WatchOS 8也已经准备好了。所以苹果为了降低损失，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能够想办法留下来接着用的，一定是会留下来用。新的芯片是为了屏边而设计的，所以再怎么勉强都没法使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今年的 Apple Watch 7在芯片上并没有获得更新，而为了之前设计的变大了的屏幕，为了能把它塞到保留下来的圆弧设计中的合适的位置。相比屏边设计，必须要把它向下塞，才能够塞到正合适的圆弧位置，而不是像之前传言中的一样，在方形设计中更接近表盘最外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对应的表径位置反而变得更圆更厚了。看了我之前 Apple Watch 消息汇总那期视频的小伙伴可能会记得，当时的传言是苹果正在考虑推出一款更坚固版本的 Apple Watch， 具有额外的抗冲击性和保护性。变厚的表径说不定就是调用了坚固版本 Apple Watch 团队的设计。当然，以上都是脑洞推测，供大家在茶余饭后图一乐。不过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无论苹果有没有在最后一刻对 Apple Watch 7进行了设计上的更改，这次 Apple Watch 7的发布都不寻常。在苹果的官网上，只有更大的显示屏和 WatchOS 8的新功能宣传，几乎看不到任何关于 Apple Watch 7的详细技术资料。唯一一条关于充电的信息数据，写的还是 Apple 于2021年8月使用了试生产的 Apple Watch Series 7进行了此项数据测试。而发布会上，苹果也只是提了一嘴，最新的 Apple Watch 7将在秋末进行发售，这就为最晚可以到11月底的发布留下了空间。而且除了399的起步价之外，也缺乏对于不同尺寸和不同表带的定价信息。上一次这么模糊的发售信息，我们好像还要追溯到被砍掉的 AirPods 啊。当然，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得知究竟 Apple Watch 7发生了什么。也许所有的秘密就要这样被埋葬在苹果的实验室里了。对于这次发布的 Apple Watch 7，你有什么看法吗？你对它的更新满意吗？或者说你也有什么小道消息可以和大家分享呢？欢迎留言和弹幕告诉我，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在第一时间获得苹果和相关电子产品的信息和体验。我是小天，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上班族和科技爱好者。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